如果你是愛馬仕這家店的店長，對你拿包呢並沒有多大用處的，我肯定不會買。最低的配比呢有 0.6， 還會有什麼不一樣的記憶點嗎？那麼它大概率就不有效。5年的養馬經驗，所謂潛規則，哪一天我不配貨了，我還會不會繼續買它？踩過的坑總結出來的一套配貨邏輯。Hello， 大家好，歡迎回來我的頻道。今天呢是大家敲碗已久的關於愛馬仕的配貨分享。那這期視頻在做功課的時候呢，我想了很久，說究竟該以一個什麼樣的形式或者說方式來聊，才能夠對正在養馬的小夥伴或者準備開始想要養馬的朋友呢真的有用，不只是看個熱鬧。那最後呢，我還是決定說結合我實打實的在洛杉磯這5年的養馬經驗來分享我的拿包攻略。這5年裡呢，我前前後後呢一共拿了12只包包，也算是拿到了一些普皮裡的所謂天花板的存在了。但中間也不是說每一步都走得很聰明，有一些配貨我現在回頭看，我心裡非常的清楚，就是如果再給我一次机会，我肯定不会买。所以今天这期视頻呢，不是說教大家如何在馬場投機取巧，也不能保證大家說看完今天視頻就肯定很快能拿到包。我更想做的是呢，通过我這5年的養馬經驗，踩過的坑總結出來的一套配貨邏輯，用一個相對清晰且可複製的方式呢，講給大家聽。今天這一期視頻呢，大家可能會反覆聽到我提到一個詞，就是有效配貨，也就是哪一些東西能夠真的幫助你更加快的拿包，而哪一些呢買了其實是對你拿包呢並沒有多大用處的。如果你不想在配貨這件事情上面就是把錢花得越來越焦慮，那這期視頻呢適合收藏起來細品，也可以轉發給你一起在養馬的朋友，一起分享跟討論一下看看。我經常會在某書上面刷到一些養馬小夥伴的帖子，很多人在配貨這件事情上面就覺得說自己明明已經買了不少了，配比呢已經達到了2甚至是3，但就是一直沒有拿到包包，所以養馬養得越來越焦慮。如果說你們最近也有出現這種焦慮感的話，可以根據我下面說的3個方面呢稍微的排查一下看看。首先第一個原因呢，就是你是不是把配貨的金額當成了唯一的標準，好像就覺得說只要買的夠多夠快，拿包這件事情呢就會順其自然的推進下去啊。但就我個人的經驗來看啊，我覺得配貨總金額它帶來的更多的是一種心理安慰，而不是說拿包的確定性。我回想我自己整個5年養馬的過程，拿到的包包裡 quarter bag 最低的配比呢有 0.6， 像是我的那一只 Birkin 30黑銀，然後最高的像是 Kelly Dance， 它的配比呢其實也沒有超過2，而大多數 quarter bag 的配比呢都在1到 1.5 之間。像我在洛杉磯這個地方競爭這麼大，這真的不算是高的配比了。那第二個方面的話呢，就是大家可以想一想，你是不是已經在開始買一些你自己根本不想用的東西。如果你每一次刷卡心裡想的不是我到底會不會穿，我到底會不會用，而是僅僅在想這樣子是不是可以快一點拿到包包，買回去直接就是放在櫃子裡收着，那這種心理的焦慮跟不舒服呢，其實當下就已經在開始慢慢的累積了。然後第3個方面呢，就是你是不是開始在被別人的節奏帶着走，是不是 SA 給你推薦任何東西你都在買，又或者你看到別人今天配了什麼，明天拿了什麼包，然後就開始跟着買，很容易就開始對照懷疑，甚至否定自己的選擇。但你會發現那些最讓你焦慮的時刻並不是說沒有拿到包，而是因為你開始失去了自己的判斷，你已經完全不知道說接下來我究竟該怎麼樣，然後買什麼才能夠拿到想要的包了。視頻一開始我提到的這個有效配貨究竟是什麼意思？在我這裡啊，我覺得配貨從來都不是說買的最快或者買的最多就最有效，它首先要滿足的是一個非常簡單但是經常會被咱們忽略的標準，就是你自己願不願意長期留下它。對我來說，一件真正有效的配貨，第一呢，它的使用頻率一定要高，不是說買回來放着起灰，而是你真的在日常生活當中會反覆用反覆穿的。你比如我養馬初期買過的這個 mini pop H 的耳環啊，然後項鏈什麼的，然後又比如說我買過的一些他們 fashion jewelry 裡面的那種大圈的耳環，這些都是我當時真的完全不知道該買點啥了，隨便買的。其實買的時候我心裡就很清楚，說我日常生活當中
大概率不太會戴，但就是抱着一种我是不是各个品類的東西都應該買一點，才能凸顯我對於這個品牌就非常完整的熱愛。但就像我以前視頻跟大家說的，這些 fashion jewelry 它既沒有工藝，也沒有材質，也不凸顯審美，且對敏感皮還特別不友好。像我之前買的那些耳釘，我一天如果說稍微多戴一點時間，我的耳洞呢都會覺得很疼。所以最終這些東西買回來就是躺在首飾盒裡邊。而且其實你的 SA 呢，他也很明白，你興沖沖的買了一大堆，但是結果你每一次去店裡面他都沒有見你戴過。那即便你買的再多，他也知道說你是為了配貨買的，不是真的喜歡。那這些配貨呢，對你拿包來說是真的沒有一點幫助的。第二點的話，就是你的配貨審美要穩定。我覺得這個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你買的單品本身呢，審美要穩定，不是那種說一陣流行過了之後你就再也不想看到的東西，是哪怕過了一季甚至過了一年，你還是會願意把它拿出來穿拿出來用的。你就比如說我今天視頻裡面穿的這一件黑色的無袖帽衫，這件我起碼穿了3年以上的時間了，到今年呢我也一直在穿，包括2025的一些 vlog 裡面大家呢應該也有看到它出鏡過。這件毛衣它上面那種 H logo 的 print 呢是非常隱約的，你不是說湊到非常近的其實是看不太出來的。這種設計真的就是完全不會退流行，而且呢很耐看，加上運動休閒類的這種套頭帽衫呢，你無論是說像我現在這樣子做最外層的疊穿，還是說作為秋冬季的一個疊穿過度呢，它都很多用。那審美穩定的第二個方面呢，意思是說你買的這些配貨能體現出來的你個人的審美是很穩定的，很能凸顯你自己的品味跟風格，而不是看上去非常雜亂無章，或者說讓人一眼看過去全是買的爆款熱門款，或者是那種在二手市場上面一抓一大把隨處可見的高流通性單品。其實大家可以換位思考一下啊，如果你是愛馬仕這家店的店長，你看到這個人的賬號，就是他的購買記錄上面全是 Top H 耳釘，然後 H 拖鞋、豬鼻子首飾、推力絲巾、經典的騎士靴，還有人人都在買的 Jet Sneakers， 反正要麼全是經典款，然後要麼全是大爆款。那你覺得說這個賬戶，你除了說看它的配貨總金額之外，還會有什麼不一樣的記憶點嗎？那一些超級難買的包包，一次很有可能就來那麼一兩個，為什麼店長會批給你而不是批給其他人呢？第三點呢，也是我這幾年買下來我覺得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這件配貨它一定要符合你原本的一個生活方式，而不是為了配這件貨硬把自己變成另一個人。所以我現在就經常跟自己說一句話，也分享給大家吧，如果這件東西你單純就是買它就為了去換包，那麼它大概率就不有效。其實這跟我前面說的穩定的審美呢也很相關，你買一些根本不符合自己審美或者說不符合自己生活習慣的東西，到頭來不但用不到，也會讓你的 SA 覺得說好像跟你就是服務你幾年了都沒搞清楚說你究竟喜歡什麼風格的單品，好像覺得啥都喜歡，又好像說啥都沒有真正的喜歡。你比如說那一件我去年不對，現在要說是前年了，買的接近1萬美金的那一個雙面的羊絨外套，我真的到現在都一直在後悔說究竟當時為什麼沒有買深藍色，而是買了淺的米白色。今年秋冬都已經快要過完了，我才實打實的穿過那麼一次而已，而且還是特意拿出來穿的，想着說錢都花了，怎麼着1年也得穿個一次吧。不是說它不好看，而是白色的羊絨外套真的就不符合我平時的一個生活方式。我是一個怎麼說很不愛小心翼翼去用一樣東西的人，不管是衣服還是包還是鞋什麼的，物件它就是一個物件，我希望用起来是方便的省心的，不需要我去照顧的。而且像我這種平時又特別愛吃一些重口味的東西，所以每一次這一件羊絨外套我拿起來就給它放下，拿起来就給它放下。所以從這件外套之後呢，我自己就徹底清醒了，我只買能真正服務於我生活的配貨，買衣服就買可以毫無顧慮去穿的，買回來你就把它當做一件普通衣服去穿，不需要去想說它是不是愛馬仕，是不是需要小心的穿，輕輕的穿這種。你比如我最近新買的一件愛馬仕2026春夏系列的 T 恤跟雙面羊絨的飛袖短夾克，這個 T 恤它同款其實還有一個白色的，那白色呢當時我試穿也是很好看的，但最後我還是毫不猶豫的買了黑色，就是因為我想要毫無顧忌的去穿它。這種短款寬袖的設計呢，在春夏天可以單穿，然後在秋冬的時候也可以毫無壓力的去做一些疊穿呀、撞色的搭配，包括胸前的這個印花在黑色上面呢也會相對來說呢更加的隱約低調一點。然後另外這件羊絨小夾克真的太讓我喜出望外了，26春夏系列剛上，這件夾克基本上就被訂完了。它是一個超短款結合闊肩
接近無袖吧，這種設計非常能修飾全身的身形比例，而且呢衣擺的整個剪裁也很時髦，平時無論說是扣上穿呀還是敞開穿呢都很好看，很耐看。而且它里邊这邊還有一個掛扣的細節，所以平時當你整個敞開也可以利用這個扣子呢給它固定好，讓領口形成這種左右不對稱，有一點非對稱剪裁的這種細節，穿起來呢就是既隨性但又很有結構感。到了春天，我覺得裡面去搭配一些比如說白色的短袖 T 恤什麼的呢也會很好看的。再就是愛馬仕他家的雙面羊绒質感呢是真的很好，無論說是視覺上的一個呈現還是說觸感方面吧，都特別的 premium， 而且它整體你看也是幾乎沒有任何的明顯的 logo， 是那種可以穿一輩子的很 timeless 的風格。总的來說，我覺得當你開始用以上3個標準的去看配貨的話，你會發現很多選擇其實都變得特別的清晰，包括思路呢也很明朗，也更加不容易說被你焦慮的情緒啊，或者說被你的 SA 被網絡上其他一些分享帖子牽着鼻子走。反复買的這些東西呢，他們很有可能不是最貴的，然後也不是最熱門的，但是呢在我這裡他們都會有一個共同點，就是買回來之後他們都很快速的融入了我的生活，變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我自己判斷一件配貨值不值得買，或者說值不值得留呢，通常有3個標準。第一呢就是它的使用場景夠不夠真實，你不能說是在買單的時候覺得哎呀我總有一天會用到它，而是在買的時候我就很清楚的知道說哦我在什么樣的情況下面會穿會用。比如他們家所有的東西裡面，我買的最多的應該就是這個老爹拖鞋，光是現在在我洛杉磯這邊的家裡呢，就一共有5雙，有2雙這種適合秋冬穿的帶羊毛的款式，然後呢還有2雙是適合春夏天穿的單鞋的款，一個呢非常基礎的這種偏大地的色系，然後另外呢是一個黑銀的這種鉚釘的款。他們這個系列的鞋子真的是我買過所有愛馬仕的鞋子裡面平時穿到會最多的，像是現在秋冬天我平時要是出去吃個便飯，或者說出門看個電影什麼的，我肯定就是會踏上這2雙鞋，又特別的保暖，然後搭配起來又很好看，包括風格上呢也很符合我平時穿衣的一個整體的腔調，剛好就是一雙淺色一雙深色嘛，適配不同色系的衣服。然後春夏天我留下的這2雙呢，相對來說我覺得也會稍微的特別一點，穿出去就不是那麼的大眾，容易撞鞋。像這個也是我在老爹拖鞋這個類別裡面當時買的第1雙，它是一個麂皮的材質，然後呢上面還有一些很隱約的紋路設計，相比於牛皮就是滑皮的款呢，也會更加的不壓腳背，更加的柔軟一點。其實之前我還買過黑白配色，就熊貓配色的那一款嘛，但真的就是太壓腳背了。那雙其實也是當下不知道該買什麼配貨了而硬買的，後邊呢我也趕緊給它轉手。然後另外黑銀這一雙呢，它相對於就是普通款來說呢，價格要2倍還是2.5倍左右的價格，但這種黑銀然後帶鉚釘的感覺也是非常符合我個人品味跟審美的。很類似的這種 Calico 老爹拖鞋的設計呢，樣式其實設計的也蠻好看的，但相對來說我覺得這雙我還是沒有經典的老爹拖鞋穿的那麼的多，可能因為它的 Calico 就是剛好在腳背的那個位置上面，所以我覺得哪怕就是麂皮的穿久了呢，還是在腳背那個地方會有一點點的壓迫感，所以這個鞋子也是如果再給我第2次機會的話呢，我大概率也不會買。另外就是我最近新買的這一雙 Lazy Loafer， 我覺得特別好穿，同鞋型的這個 loafer我之前不是買過它的那個 Muse 嘛，那個鞋子相比它來說可就要笨重難穿多了，那双鞋我当时也是硬買，然後穿了1次之後呢就低價轉手。而這個 Lazy Loafer 呢，它比那雙呢會輕便很多，而且因為有腳後跟嘛，所以穿起來也會跟腳很多，穿在腳上它也不會像那双穆勒鞋那麼的顯大腳怪。而且我超級喜歡這款鞋子，它側面跟鞋頭以及說鞋底呢都做成了這種鉚釘的形狀，在經典基礎之上吧，又顯得非常的有個性。整個鞋型呢也很修飾腳踝，平時無論說是光腳呀，或者說是配襪子穿什麼的，都會顯你的腳踝小腿呢特別的細長。然後我看他們網站上同款呢還有一個滑皮的同款，可能會相比於麂皮來說呢更加的耐髒。如果他們後續就是滑皮款還會推出其他一點的顏色，或者說更加適合春夏的顏色，說不定2026呢我還會再買一個顏色吧。那這5年時間裡面我同樣買過很多，但是幾乎沒怎麼用的，
讓我非常後悔的应該就是它的各種小馬配件。可能唯一在用的小馬挂件就是一直挂在我黑银那個 Birkin 30上的全黑的小馬，一直没有給它拿下來過。而其他的這種比較亮色的呀、撞色的、彩色的，我是真的完全沒有在用。可能我打心底就沒有那麼喜歡說小馬掛件掛在愛馬仕包包上的那種感覺，我平时可能還更加傾向於掛拉布布之類的東西。所以我感覺這幾個小馬掛件之後呢，我可能maybe 這個飛馬還是會留下來吧，然後另外這兩個的話應該也會給它算了轉手。第二個角度呢，就是我會去看它是不是可以自然而然的融入我当下的一個衣櫥，我不需要說特意為了今天想要帶它出門穿它出門而去改變我線下最喜歡的一種穿衣的風格也好，搭配的方式也好。你比如說愛馬仕他家的首飾，他們的就是真金真鑽的首飾裡面，我唯一買過的一個金飾就是前2年買的這一條寬邊的 Calico 的鏈條手鏈。我覺得這也是他們這幾年的各種金飾裡邊吧，最符合我審美跟我平時穿衣風格的一條了。那在買到它的第1年裡面，我也是经常戴到，但因為這2年，尤其今年我就是特別喜歡戴一些銀色系的首飾嘛，所以呢整個2025年好像基本都沒怎麼戴過。而且2025這一年，我真心覺得愛馬仕他家的各種銀飾設計越做越好看，非常有個性有活力，而且呢很能凸顯女性的力量感。你比如之前跟大家分享过的這個很立體的雙圈戒指，又比如這一個開口式的銀色的手鐲，再就是前段時間我買了這一條很 chunky 的項圈項鏈，它們都沒有那麼的爆款，那麼的熱門，但我超級無敵喜歡。雖然我不想在我的視頻裡面再說它寫了我的名字，但是你們看呀，是不是就是寫了我名字的感覺？這種特別有線條美感，然後帶有一點幾何設計的風格，實在是太在我的審美點上了。然後另外這一條鏈條項鏈簡直了，它是一個半項圈然後半鏈條的設計，本身完全沒有什麼大 logo， 但是整體的設計語言呢非常的愛馬仕，讓我感覺特別的馬術本命吧。核心其實就是一個安具扣的閉合結構嘛，這也是愛馬仕最擅長的，就是把皮具馬具的世界的結構轉換成珠寶設計。那我個人是覺得說這種結構型的識別呢會比大 logo 呢更加的耐看，而且它硬朗的一個輪廓非常適合搭配像是大衣呀、皮衣、西裝，或者說一些极簡風的針織，戴在身上特別有大體量的一個氣場感。然後這些銀飾对比我前2年就是買的什麼豬鼻子長鏈呀，然後豬鼻子手鐲那幾樣東西，我戴到頻率還沒有我什麼平替的那種豬鼻子項鏈高。同樣的也是屬於那種再給我一次機會呢，我可能不會買的類型。那第3個角度呢，是一個非常簡單也非常誠實的問題，就是如果說哪一天我不配貨了，我還會不會繼續買它？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對我來說呢，我覺得它就是一件很有效的配貨。你比如说爱馬仕他家的這個推理絲巾，我養馬的前4年是真的一條推理絲巾都沒有買過，但今年秋冬自從就是讓我打開了這種窄邊推理絲巾搭配的新世界之後啊，我就對愛馬仕的推理絲巾變得非常的有興趣了。那前2個月呢，我是買了這一條雙面的，然後上面有很多狗狗圖案的設計嘛。這款呢，它就是屬於最 basic 的一個樣式跟長度，你平時無論說是繫在脖子上，還是塞在衣領裡邊搭在肩膀上呢，它都可以很好的給穿搭增加時髦感跟造型感。然後最近我還另外看上了2條，我把它們的圖片放上來啊，給大家也种草一波。一條呢是更加長的那種灰藍配色，灰藍色去配那個淺灰的一個感覺，那它的這個顏色真的一開始就一眼擊中我了。然後你細看呢，會發現它上面還做了很多純手工的那種 embroidery， 再結合上特別 chrome heart 那種風格的圖案設計，衝突美感也很強烈吧，所以呢也是特別在我的審美點上。然後另外還有一條就是更加短一些的，整體的圖案風格跟長的這一條呢也挺類似的，然后它是深藍色拼淺藍色，就是雙面的一個細節。我覺得這2條我可能應該會2選1吧，你們覺得哪一條更加適合我 ？Anyways， 那除了窄邊的這種推理絲巾之外呢，另外像是愛馬仕它家這種羊絨的3角圍巾，也是特別適合在秋冬天來做一些疊搭點綴的。平時你無論說是把它簡單的繫在你的脖子上面呀，還是說繫在你的褲腰上，真的都特別的時髦大氣，並且也同樣非常符合我日常的一個穿衣的風格。
又比如說愛馬仕他家彩妝線裡的这個唇線筆以及說口紅，也是我覺得哪怕我以後不配貨，我也会想要一直买的。尤其这個唇線筆，你們感受一下我有多喜歡，因為我是屬於邊用着2支還要硬囤貨1支，我就很害怕他們這個色號之後停產之類的。我會把我具體買的這個色號吧也寫在視頻下方的信息欄裡邊。怎麼說呢，它是我目前為止用過的所有唇線筆，無論說是貴的還是便宜的，我覺得最好用的一個，尤其適合就根本不會畫唇線的我。它的顏色就是特別的自然，你就隨便畫出你想要的一個輪廓就好了，然後再去填口紅，就能有一種很自然的擴唇效果。然后他们的緞面口紅系列呢，我平時也很喜歡。最近我新買了一個色號是86號，這個顏色上嘴呢也特別的漂亮，就是今天我視頻裡面塗的這個，它是帶有一點微烘焙感的，介於裸棕跟紅棕之間的一個色調，塗在嘴巴上呢就是很有秋冬的一個溫暖氛圍感。整個緞面系列的使用感我也很喜歡，潤而不油吧，讓你覺得不乾也不厚，然後你平時這樣子抿嘴巴的時候呢，也沒有絲毫的黏膩感。再就是我常年在用他家的這個洗浴系列，我也很喜歡，這瓶也是我近期最新回購的一款。他家很多就是沐浴乳啊，我最喜歡的地方就是味道選擇方面有很多那種男女都可以用的偏木質的香調。像我手上這款的話，它其實同味道也有香水嘛，這款真的巨好聞。同樣我也是會把它具體的味道寫在視頻的下方，反正聞起來吧就是比較明亮的一個柑橘木質調，但是呢一點都不衝，是那種橄欖木的很乾淨的木質香味，然後還帶有一丟丟的那種開心果的奶香，但總體絲毫不甜膩，真的就是會讓你聞起來感覺特別的舒服。洗完澡之後呢，身上會帶有一股很淡淡的很高級的體香，洗完皮膚也覺得軟軟的那種。另外我想我會一直繼續買的就是他家的各種小皮具，像是這種卡包啊，然後零錢包之類的，而且我覺得他們可以滿足我就平時拿一些 Quota bag 的時候，我可能都不會選這種特別鮮亮或者說飽和度高的顏色，但是這些顏色你放在小皮具設計上真的很好看。像是這個零錢包，它是一個純高粉的顏色，平時用它裝零錢啊硬幣什麼的，真的你每次從包裡面拿出來心情都特別的明亮。然後卡包裡的話呢，這一款 Calvi 我也是一直在用的嘛，用下來這幾年我會發現這種雙層的就是 Calvi Duo 會更加的實用一些。像是這個櫻花粉的顏色呢，我也是到現在用了1年的時間了，然後2026我也會想要再買一個別的顏色來用用看。反而像是之前我買的這種什麼金棕色的，相比於一些亮色系我好像沒有那麼的喜歡哎。雖然說這款它是一個很難得的拼色的設計，裡邊拼的是應該是氣泡綠吧，但這款也是我買了到現在一次都沒有用過，我是打算把這個顏色呢送給我媽。除此之外的話呢，就是他們家居線裡的各種羊毛毯，然後抱枕，好看的咖啡杯啊，這些我覺得也是特別實用的。其實有很多我們家都已經買了，可能就是最開始養馬買的那些吧，到現在呢也是一直都在用的。除了說本身品質感、材質什麼都很好之外呢，我覺得它擺在家裡面呢，也能夠起到一定的這種裝飾的作用。反正5年時間買下來，現在我覺得自己的心態是越來越穩定的，而且慢慢的就是整個配貨的過程讓我覺得好像變得已經越來越不像我以前認知裡的那種配貨了。在拿包目的沒有那麼強烈之後，反而好像更容易拿包了一些。你就比如說我11月底拿的這一個黑銀的 Mini Kelly， 我為了拍這期視頻，我特意去翻看了一下我的信用卡賬單，它的配比是沒有超過 1.5 的耶，黑銀哎，我自己根本沒有想過說可以這麼快的去拿到這款包，但它就是這麼自然而然的就來了。這裡我相信大家其實或多或少都應該已經感受出來了，咱們口中說的一些所謂的配貨潛規則，很多時候並不是指的某一樣具體的東西，而是一個長期的
行為邏輯。在我自己的經歷裡面，就是真正起作用的从来不是說哪一次配貨配的特別的猛，而是你整個配貨的方式消費的東西是不是穩定，是不是一致。第一點呢就是稳定度，我觉得愛馬仕看重的它从來不是說一次性的这種爆發，而是你是不是一個可以被長期理解被預期的客戶，你整個人的狀態呢就是整個配貨的過程反而會更加的鬆弛。第二點呢是邏輯的一致性，不是今天是一個風格然後明天又完全推翻自己，而是你買的東西能不能夠讓人一眼看出說哦，這是同一個人的選擇，這種一致性真的會比金額呢更加的重要。第三點呢就是你對這件事情的一個心態，你是不是在着急的證明自己，還是把它當做一個可以慢慢來慢慢經營的過程。一旦你開始就是不着急交配貨作業，很多壓力跟焦慮呢就會自然消失。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話來總結的話呢，就是養馬它更像是一段長期關係，而不是一次交易。當你用这種心態去看配貨的話，你就會發現真正的所謂潛規則其實是讓你走得更穩，而不是更快。也正是因為這樣吧，我自己慢慢也總結出來了一份所謂避坑清單，它並不複雜，也不是說專門給別人看的，而是我用來提醒我自己什麼時候該停一下，什麼時候該繼續。第一就是不買自己不想留的，第二就是不為了配貨而改變審美，第三就是不着急證明自己是一個好客戶，第四也是最後一條我覺得最重要的，把錢花在你長期會用的東西上邊。畢竟配貨這件事情它不應該讓你感受到焦慮的，咱花錢就是要花得開心，拿不拿包是結果，但是花的值不值是你自己可以控制的。OK， 那差不多以上這些呢就是今天視頻我所有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內容。如果說同在養馬的小夥伴就是在看完今天的視頻之後，以後買配貨就是可以買得更加從容一些，然後花錢花得更加清醒一些，那我覺得這期內容呢對我來說就已經是非常有意義的了。養馬不是一場說比誰跑得快的遊戲，而是一段非常需要耐心也值得慢慢走的過程。咱們一定要把注意力呢放回到自己身上。如果大家對於我今天聊到的這些有效配貨或者說我個人的一個養馬思路有一些共鳴的話呢，也歡迎大家在留言區跟我分享，就是聊一聊你們的感受。今天視頻最後還是想要再強調一下，這些都僅僅是我個人經驗啊想法的一個分享，不存在什麼標準答案，就是僅供大家參考。如果大家覺得今天視頻的內容比較有用的話呢，可以分享給身邊的朋友，然後拜託一定要記得給我的視頻點個讚，也可以訂閱一下我的頻道。如果大家平時想要在其他的渠道跟我有更多私下的接觸呢，也可以加入我的一個微信群，我會把入群的方式呢打在視頻的上方。然後沒有在養馬的小夥伴，其實我的頻道裡面還有很多其他的關於穿衣搭配啊，然後生活好物、購物思路以及說大牌平替等等的內容，感興趣的小夥伴們呢也可以去查看一下。 OK， 那視頻最後呢一如既往的感謝大家今天的觀看，希望大家新的一年呢都有一個非常美好的開始。那今天視頻呢就拍到這裡，然後讓我們下期視頻再見吧。